住持说了，施主若是来烧香礼佛，本寺欢迎之至；若问红尘旧事，本寺不愿再造因果，施主亦不必自苦。你糊涂啊！你糊涂啊！你糊涂啊！哥，我刚得知父亲在此养了外室，与你无关。爹心里难过，大误出血，我该受。爹和哥哥之间有太多误会了，我不想你们仇恨越来越深。不如我来做这个恶人，为了这个家。你，世子，这是从那女子屋里搜出来的。我腰带上缺个烙子，让丫鬟帮忙打了一个，谁知打得不像样，所以就烧了。你烧掉的几节是他送的？是爹，爹曾想带我来这儿学校，他送我烙子讨好。那日烧的时候被哥撞见，我不是故意撒谎，哥，你懂下面之味，就该知道我刚才说的不是假话。从小，哥就是我最敬重之人，谁家没有狗屁倒灶的烂事？我就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非要把那件臭水捅破了倒出来？这英国公府何止是狗屁倒灶？你以为这个女人死了，我就能不查下去，就能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，跟她讲和？可他毕竟是我们父亲。来人，把二公子押回仪之堂。带走，哥。我走，哥。母亲与你结发20载，过身时也没见你掉一滴眼泪，原来心都用在别处了。也是，你自私胆小，若非真的爱重，怎肯私藏罪妓女子？她是罪妓又怎么了？我遇到了一个心仪的，只把她养在外头，用不着你这个为人之子的说三道四。我替我母亲不值。尘缘因果自在明明，你却偏不信命。烦请法师向住持通报一声，季勇求见。住持问：当年太宗皇帝为了登上皇位，血洗京师，后来为了超度死者，敕建这座佛寺。在世人看来，这是造福了后世，施主以为呢？太宗皇帝不过是为了告慰本心。不管太宗皇帝当年是何初衷，他终究是为世人做了好事。100年光阴，弹指而逝，初衷是什么？如今的人们又何必纠结？你的意思是，李咬娘在寺庙里礼佛10几年，不论初衷，当年的一切就该被掩埋吗？李施主要将秘密藏在本寺，是不想再造杀孽，而寺斗施主既怀善心，当知真相伤人伤己，前尘旧事
还是不要问了。常言道：“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；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。”依师父所言，究其根本，太宗皇帝正是敢于承认当年所为，向逝者忏悔告慰，并以弥补之心，还百姓以盛世太平。可若有心之人，以忏悔之名将真相彻底掩埋，而无辜之人却深受其害，这世上谈何公道？世子，整个府院都控制住了。李氏命案，该由圣天府或让刑部来查。将他们困在仪式堂，怕是不妥。大房和三房的人已直奔宫中去了。他们去的倒快，足见这真相值得我干出些出格的事来。宫里的人若来，正好当个见证。18年前，李咬娘与我母亲皆有孕，她常在万佛寺，偏那么巧，我母亲在万佛寺受精早产。李咬娘才是宋汉的母亲，对不对？你失心疯了，信口胡诌。卷宗里写的清清楚楚，李咬娘出身福亭官家，那段时间你正好在福亭带兵。他家何府下狱，你2次探监皆有介入。他若非宋汉亲母，为何会有同款式的几节？你们根本是早有旧情。宋墨，你不就是怕汉儿夺了你的世子之位吗？竟如此的编排于他！你不要忘了，他是你的亲弟弟，你对得起你母亲吗？对着母亲的灵位大放厥词，你就无半分羞愧。施主变得急事，然今日之事，也未必出自李咬娘的本心呢。自是而非彼，物莫不皆然。住持论本心是非的标准或许与我不同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本心都是好的。还请住持如实相告，还2家人一个公道。施主执意如此，或许天意该你来解开这段冤孽。18年前，惊蛰那日，李氏和蒋氏确实都在万佛寺。那日，李咬娘是抱着一名1个月大的婴儿来的。她说要进庙祈福，而英国公夫人蒋氏在寺中早产。英国公说她产下的是一名男婴，而我却看得分明，她生下的是一名女婴。父亲，我真的不是母亲的亲儿子。荒谬！汉儿是入了族谱的讳孙嫡子，仅凭一个老十字几节，就能够颠倒是非吗？那你可听说过滴骨认亲？用活人的血滴入死人的骨，看能否渗入，便知2人有无亲缘。徽孙早已入土为安，你们敢发坟？就你也配惊扰我母亲？抬进来！不要碰他！切哪里呢？头骨？不要碰他！还是腿骨？不要碰他！
他这双弹琴的手可真漂亮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你住手！我没有负你娘，我此生唯一负的就是她。李瑶娘是教坊司给她的花名，她是福亭知府之女李淑瑶。那时我是国公府外派的一个庶子，我与她初识是在福亭的海边，我吹笙，她以箫来和，我们琴瑟和鸣，约定了终身。没想到这一切都被他蒋梅孙给毁了。他带兵抄了李家，毁了舒瑶的一生。没想到造化弄人，为烈士，陛下竟将我与仇人之辈赐婚。我费尽多年没有得到的爵位、仕途、荣禄，一下子我全都得到了。可我偏偏在教坊司中遇到了他，和他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我查过卷宗，当年黎家贪污被抄，一切处罚合乎律法。你觉得对他有愧？那我母亲呢？我母亲到死也没抱过自己的亲生孩子。那孩子在哪儿？说！那孩子早就死了，那孩子是他蒋家欠我的。若不是他蒋梅孙带兵抄了黎家，我又怎么能活到现在这个样子？孩儿，他本该就是我的嫡子。我舅舅秉公执法，我娘诚心待我，是你欠他们2条命，不，3条。哥，父亲说的是气我，父子间打算骨头连着筋，更何况陛下说了，让你们生亲同意呢。若你还有半分良心，照实说，是谁帮你把李耀娘救出教坊司的？没有这个人，还在撒谎！你救出关继安置荆州，瞒天过海多年，我高位着相助，必不能成。你是因为李氏被母亲发现，所以才害死他的。我们夫妻一场，我怎么能害他呢？他是病死的。若非你本意，那就是你背后之人命你做的。他们害了舅舅，又忌惮母亲背后的蒋氏一族，是也不是？你胡言乱语，你想报仇，你想疯了！你说对了。呈上来。甘草蜜饯，同母亲要放你的大计对冲，这些全是你买的，是你把他害到不治而亡。我又不是大夫，这两药相冲，我又如何得知？不过是一些甜点，我身为主君，我又如何会过问？你不认，无罪可认。看到了，是他逼我的。押去正院。是。哥，你走。一桩陈年旧案，还是世家大宅的隐私，你去干涉只能徒增怨怼。我看不如留在院内，我去温壶热茶，咱们好好商量下对策。燕堂此时被心中的恨意蒙蔽，
宋一春要出事，我必须赶去阻止他。鸣笛饮血空余恨，难雪冤仇起萧墙。宋末师父陆地一夜白头，这源头，莫非就是李咬娘之死？该发生的已然发生，就算你现在去阻止，能够改变一时，也改变不了一世。就算我的力量微乎其微，改变不了既定命运，我也愿意陪他走下去。这螳螂精真是好福气。哥，我只知道养育我的母亲是蒋惠孙，宋一春是我们的父亲，你是我最敬爱的哥哥。这个家才是刻在我骨髓里的东西。你还在求情？我是为哥着想，哥事在有何？我立刻自刎，绝无怨言。你要真当我是哥哥，就讲实话。什么时候察觉真相的？今日，我先前是觉古怪，可母亲走了，我怕哥也不要我，这才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哥，停手吧，求你了。哥还记得你送我这把短刀，说要带我上阵。这是海匪那儿缴来的短刀，送你了。谢谢哥，哥好吃知鹿肉，我正打算明儿给你打头鹿回来。好啊，若能吃上汉地的，我定向父亲请命，来年把你带去福亭，报个军功。说好了，可不许赖。那时母亲还在，休要提母亲。舅舅不能活着面生，母亲被背叛践踏，连家人都护不了，岂不枉为人子？今日，就算被世人所不容，我也要一个世道公平。哥，你就当看在我的面上，放了父亲吧。你若还认我这个哥，我会西向远去，带走。是。哥。放开我！我是殷国公，自有圣裁，你无权处置我。好，只要你一五一十把背后之人吐出来。原来你问的是这个呀？那好，动手啊！老天爷他能放我？若是你母亲还在的话，他也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你还敢提他？我的心里就只有舒瑶一个人，我对他蒋惠孙只图利益，和他生下了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。师傅，刀都拿不稳了，你是不是越恨越气，越痛入骨髓？是毒！你什么时候下的毒？你是什么时候长出了第一缕白发？当日本想略施惩戒，可吕正却背着我下了毒。这背后的人，你永远不必知道。他棍上淬了毒，等毒侵进骨髓，满头白发，你的寿命就尽了。快住手！燕桃，你别冲动。我曾许诺此生护你周全，如今却活在弥天大荒里，连家人都护不住。
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能因为天意弄人，就着了魔道。天道不公，我自己讨回公道。不管以后的路有多难、多苦，我都愿意陪你走下去。燕鹏，燕鹏。圣旨到，陛下口谕，英国公父子进宫觐见。还杀我呀！现在杀我，你就是抗旨的死罪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陛下说了，若是伤了病了，进宫医治。世子。叶棠，叶棠，夫人未得诏命，留步。叶棠，陛下，世子中的是渊曾会之毒，此毒极为罕见，初时无症无状，脉象平稳，唯有须发变白，病发后却是来势汹汹，痛入骨髓，待发丝全白，便是死期。他才是弱冠之年。此毒怎解？名为怨憎会，若能少怨无憎，自会少些痛楚。只是，照英国公世子如今的状况，哪怕耗尽灵药，顶多1年的命了。陛下，陛下，此毒毒发之时，人肉眼难控，残暴失之。陛下保重龙体，万不可去啊！陛下，陛下，朕要他长命百岁，1年之内找不到解法，他死，你们一起。遵旨。世子中毒的消息要是走漏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？下官知道。舅舅，我不会让那外室出门，是他把母亲的孩子换走，他背后一定还有人，把他找出来，找出来。燕堂，舅舅，舅舅，是我不好，我没有侮辱母亲，你罚我吧，怪我吧，舅舅。世子，你醒醒，这是陛下，尊卑有别。燕堂。你不会有事的，你的母亲、舅舅也不会白死。陛下，英国公府的事还需陛下裁断。王公公手下留情啊！那黎氏已经畏罪自尽了，这死无对证的事儿，这算不了数啊！王公公，公公，我家祖辈豁出性命跟着先帝打江山，才换来英国公府世代功勋、3代部将爵的封赏，总不能因为一个外室生了个庶子，被要了2个的命啊！圣旨到。英国公宋宜春，通奸宦子，更改嫡庶，有逆人伦，除其提督5城兵马司一职，令其留绝思过。
但愿受罚。只是我儿宋翰并未参与，亦不知情，望陛下怜悯，留其宗祠名号。礼仪廉耻，国之四维。嫡庶尊卑更是礼法之基。换走的英国公嫡长女尚不知去向，陛下何来闲心怜悯一个奸生子？这个是治气火攻心的，这个呀是治风寒的，你可千万别搞混了。我看你是结昏了头，每一副药都煎一下。这些东西难道太医院没有吗？让苏兰把我请下山，就为了这些药？苏欣，你去再取一些山泉水过来。是。无论如何，这以后府上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忙，昭文书铺就要拜托你和安素多照看了。我只管你窦昭的死活，以后宋螳螂的事少麻烦我。这是生肌祛疤的药，以后每天涂1次。自打你成婚以后，瞧着你日子过得实在无趣，若想离开，我有的是法子。既然我知道要发生什么，就更该尽全力去阻止，按照我的本心来活。至于结果，本就不是我要考虑的理由。世子，中都之事，务必瞒着夫人。世子若是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哪里又能瞒得住啊？我本想护他一世周全，如今是我对不住他。眼下案情牵涉越多，我越要尽快铲除隐患，不然1年后，他独自面对那些豺狼虎豹，我哪怕身在九泉，也不得安心。那世子心下如何打算？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。若能与寿姑好好走完最后这一程，也不枉来人间一回。世子，陈家那边有消息了。哎呀，世子啊，世子饶命啊！小的当年并不知情，小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还不说实话？当年国公让我照料一个女婴，
可不成想，那女婴早产体弱，没几日便早夭了。师子饶命啊！当年发生了什么？还不快说！小的只记得那女婴是从夫人的房中抱出来的，其他的小的真的不知情啊。将他放了鸡，送出府，留到军营，只要不死就行。是。走。师子，师子，我错了，师子，师子。我想过你的处境，为了不被嫡庶尊卑困住，你娶了不爱的女子，遗憾成了你不择手段的借口。让你言听计从的人，他们许诺了你什么？是答应了你给宋汉封爵吗？你们蒋氏一向都是自视甚高，把自己当成了渡人渡世的菩萨。我今天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不需要任何人给我开条件。你要将黎氏带出教坊司，必须有刑部的门路。你背后还有人？哼！堂堂的国公，带走一个教坊司的罪奴，有何不可？你暗地里一直效忠于辽东，那看来宋汉也是。跟汉儿无关。那便是承认跟你有关了。够了！流寇结成，你趁机把武城兵马司乃至京中守备换成庆王的人。朝中6部9卿，宫中4局12监也都有他的人吧？这等布局，他也不是为了夺嫡，而是随时准备谋逆。你说的这些，我一概都听不懂。那你想过宋汉吗？你以为你死了，他就真能摘得干净吗？孤零零留在这个世上，你真的放心吗？汉儿是无辜的，你敢动他半分？不是我动，也会有其他人动。什么？如今，你不过是一个弃子。即便你带着所有秘密去死，他们也容不下宋汉活着。好自为之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严将军都告诉我了。他都说什么了？他说了你王妹的事情，所以我想你或许会来这儿悼念。
太医还说，你这次昏倒是因气急而引发的昏厥。这个药正好合你这个病。怎么气色这般差？我来帮你看看。你的手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失去的人，又重新失去一遍，你心里一定更加难过吧？让夫人担心了。你做得对。日后若再发生同样的事，请务必阻拦我。我不能再这般失控了。你把我想说的都说完了。来，把这药趁热喝了吧。当初我能活着杀回英国公府时，我以为一切都不会再糟了。从我记事起，宋玉成什么都替母亲的，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。每逢去边镇带兵时，他总会给母亲带些土产回来。我原以为那是恩爱，其实是忍耐，是仇恨。我这一生也不知有什么是真的。你娘对你的疼爱，定国公对你的教习，定国君对你的生死相随，这都是真的。我也是真的。事到如今，不该让你也一起难过。夫妻本就该福祸相依，共享喜悲。以后，你就把你的难过、烦恼，统统都倾倒给我。我们和你爹娘不一样。燕堂，我去给妹妹上炷香，然后我们就回家吧。好。快看，烟花！哎呦，真漂亮！远如海苍月，如蝶莲花间，如阡陌淡如心弦，云开思念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看烟花是在赵域外？窦师叔与下属门生日日密奏弹劾，你用锦囊让顾玉来护我，你到底为的是什么？同是烟花，也分五光十色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此人能成为我的军师，那我将无所畏惧了。所以，关押了陈先生那么久，夫人也不遑多让吧。严将军被你锁在煤屋里，见到我时满头满脸都是煤灰。一转眼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！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，抓都抓不住。
美好的事物虽然短暂，但是你可以抓住。虽然你是我的军师，但我只需要你安心做你的世子夫人。嗯。我愿意陪着你，生死无悔。我曾以为我可护你现世安稳，但是现在我做不到了。今日烈马行天涯，